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微博，敬请关注。大家好，我是军迷的忠实战友迷彩虎。前不久，沙特国王访华期间与我国签订了总价值650亿美元的备忘录，其中很大一部分将用来为其军队购入新式装备。群众们在感叹沙特土豪风采依旧的同时，也好奇这次中东王爷们又看上了啥新玩具来充实自家国防。这段时间，沙特自家被也门胡塞武装搞得焦头烂额，虽然装备阵容毫无人性，但奈何自家军队不给力，战斗力掉到5以下，快不见底了，输得一塌糊涂。都说买来的国防不那么靠谱，但就算前有三哥为证，却也阻止不了中东土豪们的购买欲。没办法，谁让寡人有钱呢？于是秉承着最贵就是最好的原则，沙特在2014年军费支出就超过俄罗斯，荣登世界第3。大手笔的沙特军队土豪气息浓郁。目前沙特空军装备着包括 F-15S、台风、黄蜂、阿帕奇等多型战机，单其拥有的 E-3A 预警机数量就已经超过法国。而算上最近沙特采购的中国翼龙与彩虹系列无人机，沙特已经集齐了除俄罗斯以外4成的空军装备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召唤点什么出来。陆军更是不落后，装备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完成了从法械到美械的华丽蜕变。至于法国货退休后去哪儿，当然是送到沙漠晒太阳啊。似乎单从武器装备水平上看，沙特军队吊打也门胡塞武装不是事儿，可怎奈沙特的阿斗属性强烈，上场就怒送一血，还掉了一地高级装备。不得不说，确实让王爷们在面子上有些过不去。而痛定思痛，土豪们觉得问题也许出在供货商身上，于是他们想起了那年来自古老东方的神秘力量。毕竟那35亿美元的党费，除了让特拉维夫和华盛顿有些干颤之外，还是很好的满足了土豪的虚荣心。基于这些不解之缘，王爷们买点儿也是不为过的。啥？你们说中国武器质量差？不好意思，美刀太多，顾不上反驳你们了。毕竟从交出第一笔党费之后，上到无人机，下到自行火炮，我们都卖了。就算是想要新型2脚踢，那也是好商量的。当然这年头，高端低端两手抓才是有出路的节奏。现在买无人机送保修，给自行火炮装空调什么的，已经是小意思。对于土豪的钱，不是对于土豪的需求，高端的私人定制是中国军工企业需要学会的。正巧沙特陆军的 M1A2 坦克正重现当年海湾豪版 T72 的英姿，王爷们哭诉说好的战车中的豪杰呢？趁此东风，中国的 VT4 坦克强势地打了波广告。作为类似99的外贸坦克， VT4 可说与土无缘。虽说不土没有战斗力，但是这个观点似乎并不太国际化。而且看看这沙漠涂装，各种高大上的车载设备，这坦克是为谁准备的？虎哥不说，大家也都懂。虽然名气不及 M1A2 响亮，但也不会像某国一样卖猴版坑害消费者。而土豪的军购卖的是装备，看似准军事行为的背后，却还是有着交保护费的意味。像谁？那必须是像来新的5个堂口了。虽然花钱大手笔，但在4战之地混久了没靠山是万万不可的。因此看这几年的中东军购，就不难发现王爷们对于武常们的装备还是尽可能雨露均沾。就算类似俄式装备难入法眼，也会赞助别的国家购买一些。虽然万国牌武装实力堪忧，但毕竟背后有大国撑腰，也能做到遇事不慌。美国在中东的2个军购宠儿沙特和以色列，看似对头的两方，却是美帝赖以称霸全球的基石。他们背后有何交易？关注搜索迷彩虎微信公众号，回复交易了解详情。说到底，军购的背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大国政治的影子。而相比中东王爷们以买的形式逢迎于大国之间，不同的是，某岛国玩的这出应该算是标准的作死行为了。为加入常任理事国，就要求改5常为11常，这想法简直不要太过分。当然，虎哥我只能说，本子还是图样了。首先，你这么任性，身后美国爸爸肯定不能忍。其次，你一定没听说过啥叫一票否决权。没错，这次除了一如既往的俄罗斯之外，使用一票否决权的那就是中国了。毕竟大国间的博弈，其实最而小邦可以觊觎，老老实实认错反省才是当务之急。
地区军购背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大国的影响。当然，面对中东军购的这块大蛋糕，中国军工理应分得一席之地。中国域外影响力的发展是基于综合实力的提升，我们无意称霸，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用自己的方式展现大国实力。在国际社会中，实力代表的是话语权，更代表真正的尊重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，请点击我的头像，免费订阅迷财虎讲堂头条号。原创虽不易，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，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谢谢。